大家好，我是来自京东凹凸实验室的陈家健。今天的分享主题是从多端框架 Tail 的视角看程序的规范。今天的分享将会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是介绍多端开发的背景，然后会介绍 Tail 框架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样去解决多端开发的一些问题。然后最后会从 Tail 这个框架本身出发，去谈一谈对小程序规范的一些建议。第一部分关于多端开发的背景。自从微信小程序从2017年推出以来，各大小程序平台层出不穷，产品发布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出现更多平台化、场景化的小程序，例如鸿蒙应用、车载小程序、家电小程序等等。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的出现，我们的业务也遇到了主要有三个痛点吧。然后第一个痛点是业务需要快速的拓展到多个平台，例如我们的惊喜应用，它需要快速的拓展到微信小程序、H5还有 React Native 应用。然后痛点二是已有的原生开发的小程序，希望可以快速的拓展到其他端，例如我们的京东快递应用，它本来已经有一个在线上已经开发好的原生微信小程序，后来它又希望快速的拓展到京东小程序、百度小程序还有 X5应用上。第三个痛点就是，即使没有多端开发的一个需求，只希望开发小程序，但是也希望能快速的进行落地。那大家也知道，小程序的开发和我们传统的 Web 端的开发有很多的一些差异，甚至是一些痛点。那所以，小程序的开发成本和迁移成本都是比较高的。为了解决这些痛点，我们就开发了 Tail 这款框架。Tail 是一个全域适配的解决方案。自从2018年开源至今，它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本。1.0的时候，它是一个编译型的跨端框架；2.0的时候，它是一个基于1.0的功能增加了插件化的功能的一个框架。然后直到去年发布的 Tail 3.0，它已经进化为一个跨端而且是跨框架的研发方案。虽然技术不断的在进步，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致力于帮助开发者以更低的成本去解决多端开发的痛点。那接下来就看一下 Tail 是怎么样去解决我们刚刚提出的三大痛点。痛点一，业务需要快速拓展到多个平台。那 Tail 支持一次开发，全域适配，开发者可以使用 React View，甚至是我们自研的类 React 的框架 Nerve 去开发 Tail 应用，然后借助 Tail 的能力去生成各个端都可以运行的应用。针对痛点二，已经有一个原生开发好的小程序了，要快速拓展到其他端。那么 Tail 支持将原生的小程序反向转换为 Tail 应用，从而适配到多端。针对痛点三，希望快速开发小程序应用，那 Tail 也支持使用主流的 Web 开发工作流去开发小程序应用，帮助开发者去提升研发的效率。例如在开发框架层面，可以去使用 REST、Vue 和 Nerve，然后在生态方面，一些常用的 Web 端的生态在开发小程序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复用。例如 React Redux、Modbus、Ant Design 等等。然后工作流方面，Tail 使用 Webpack 进行打包，然后可以复用所有的Webpack 一些插件，然后也可以使用 Bubble 和 Sass 去处理我们的 JS 还有样式文件等等。开源3年多以来，Tail 拥有庞大的开发者群体和海量的一些业界的案例，累计服务了超过11万名开发者，也和很多业界头部的公司团队保持着合作。那介绍完 Tail 是什么之后，再来了解一下 Tail 的总体的技术架构。
Tail 3可以说是一个运行时的框架，我们选定了 H5的渲染机制、微信小程序的组件库和 API 作为开发的标准，然后在各个平台对于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全。例如在小程序端并没有 H5的 DOM 和 BOM API，那我们就去实现一份。在 H5端并没有小程序标准的路由库、组件库和 API，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去实现一份。最终用户开发的代码经过 Webpack 进行打包处理，就可以产生在各个平台可以运行的代码。那接下来再稍微深入一步，看一看 Tail 跨端小程序的方案实现原理。小程序分为逻辑层和视图层。首先，在逻辑层，用户编写的 REST 和 Root 的代码会使用 Tail Runtime 提供的 DOM 和 BOM API 进行渲染，最终渲染出一棵 Tail 的 DOM 树。接下来 Tail 内部会对这一棵 DOM 树做序列化，得到 DOM 树的数据。然后第三步 Tail 会调用小程序的 setData API，把 DOM 树的数据给传递到视图层。在视图层会用小程序的 template 标签去进行渲染，最终渲染出结果的 UI。然后介绍完 Tail 是什么，以及Tail 的部分实现原理之后，再来从 Tail 的角度聊一聊小程序规范的一些建议。Tail 能够抹平的差异主要有3点，分别是生命周期的名称和触发时机，然后是组件方面的属性还有事件，最后是 API 方面的 API 的名称、参数还有返回值。但是 Tail 是受限于小程序本身的，那么因此是有一些处理不了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会从开发、调试、测试以及自动化方面去谈一谈 Tail 处理不了的差异，以及我们希望加入的一些特性。首先是开发阶段，第一点，Tail 并不能凭空的去创造一些组件还有 API，因此我们希望小程序的一些组件和 API 在功能上尽量的保持一致，这样可以减少开发者的兼容负担。第二点，刚刚也说到，在讨论 Tail 原理的时候，说到了 Tail 是使用template 标签去进行渲染，因此我们希望小程序的 template 模板的渲染机制能保持一致。例如现在我们发现，百度小程序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它们的 template 标签的实现和其他小程序是有一些差异的。然后第三点，自定义组件方面，我们希望可以支持虚拟化的节点 virtual node，去避免一些我们使用自定义化组件时候产生的样式问题。然后第四点，我们希望能提供 DOM 操作的 API，让开发者可以动态的去操作小程序真实的DOM 数、DOM 节点。然后第五点是，现在各家小程序会针对自己的小程序的独特的情况去提出一些性能优化的方案。我们是希望这些优化的方案可以统一规范的实现，方便多端框架去做一个封装。例如微信小程序的初始渲染缓存，百度小程序的 on init 生命周期，以及支付宝小程序的 spice data 等等。接下来是调试阶段。现在开发者每次修改代码，首先会经过 Tail 侧走的 Webpack 的编译，接下来小程序监听到文件的变化之后，也会启动自己的编译，
最后会导致整个小程序全量的进行刷新，这时候会出现白屏，而且状态也不再被保留。因此，我们是希望小程序能提供一个标准的 hot reload 的一个机制，能来提高调试一个体验。接下来是测试阶段，我们希望各个小程序端能提供一个统一的自动化测试框架。在标准上面来说，他们应该拥有统一的一个 API 接口，然后从功能上面来说，他们应该提供完整的，而且是比较拟真的一个沙箱环境，并且是支持在真机端去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测试。那除了自动化测试框架之外，我们也希望小程序能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性能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流程，例如统一的 trace 功能、性能评分的一个功能，甚至是一些能够统计渲染性能的 API。那么我们多端的框架就能使用这些 API 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最后是自动化方面，我们希望是各小程序能提供一个相对标准的命令行工具，然后我们多端框架能对这些命令行工具做一个封装，最终能在 CI 侧打通包括编译、预览、上传、发布的整套的研发流程。然后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